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三门峡。我们有个成语叫唇亡齿寒，大家都听过吧？但是还有一个成语叫做假途灭国，这个知道的人就比较少了啊。这两个成语呢，都跟今天我要去的这里有关系呢。国博物馆啊，这是春秋时期距今3000多年的一个小国家。今天进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啊，怎么就被别人无缘无故的灭掉了？今天三门峡的温度34度呢，哎呀，要把人烤化了。看我身后这一片空地啊，就是国那个国军的墓葬地，当时他们就埋在这里。他现在分这个室外的墓地和室内的展览，这个室内的展馆也是在原址上建的啊，直接进去参观吧。然后不远的地方啊，就是黄河，对面就是山西了啊，以黄河为界。进了博物馆了啊，了解一下国的历史。很多人还不会写这个国吧？看看它就是这样写的，大部分人应该不会写这个字。这个国它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啊，最早他那个创始人呢，立下功劳了，被周武王分到陕西的宝鸡这里了。后来呢，他们东迁，就迁到三门峡这里了。因为被黄河隔了南北两边，所以分了北国和南国。在他们上边还有一个小的诸侯国叫虞国，在上面啊就是很大的晋国。虞国和国啊，他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啊，就是别的诸侯国来打他们的时候，打虞国，国就会帮他；如果有人来打国，虞国就会来帮他。他们两个只要有一个被别人灭了，另一个也被别人就会灭掉啊，所以他们是唇亡齿寒的关系。有一年呢，这个晋国啊，他就要打国，但是中间夹着一个虞国嘛，他就跟虞国的那个国君说，他说我要去打国，跟你这儿借条路行不行呢？他也是重金贿赂了这个君王了啊，这个君王比较贪财好色，然后他就答应了嘛，这个晋国就派人攻打国。最后灭亡了国以后，回的时候啊，顺路又把虞国给灭了，这就是假途灭国这个成语的由来，还有那个唇亡齿寒的那个成语由来啊。其实他们这几个诸侯国，晋国啊、虞国啊，还有国，他们都是兄弟啊，都姓姬。因为这个周王朝建国的时候，把他这些同姓的姬姓的兄弟、叔叔这些分到全国各地去管理啊，这就是分制。你像这个晋国，他是周平王的弟弟；像这个国呢，他是周文王的弟弟。周文王是周平王的爷爷啊，所以他们都是一家人。但是到后期的时候，开始互相这个抢地盘啊。像这个周文王，他叫姬昌。周武王叫姬发，就是武王伐纣那个周武王嘛，他们都姓姬。这边是青铜器陈列馆啊，主要展出西周时期这些诸侯国用过的青铜器啊，各种鼎啊，鼎在那时候就是代表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。如果是周天子的话，可以用9个鼎啊，这些诸侯王国可以用7个鼎。这个鼎就是煮肉的啊，这下面可以生火煮肉，煮好的肉呢放在这个里面，带盖子这个里面。这小一点的可能就是他们的碗，吃的时候从这里面再夹到碗里面啊。这几个奇形怪状的，这都是放酒的啊，这个是做的最精致的。然后这个是喝酒的酒盅。这2个青铜器是洗手用的啊，你看一个盘子，一个是倒水的，一个人拿这个往外倒水，另一个人的手放在这里洗手啊，水就流到这个盘子里去了。快看这个青铜器，叫做太子车釜，这是放在太子车上的啊，象征着太子的地位和权力。这上面是有铭文的啊，你看这上面写的4个字，太子车釜。3000年前的字啊，跟现在差不了多少啊。你看这个车就是现在繁体字啊，还有这个太子的太一模一样啊。这边是展示玉器的，
玉器也是这些诸侯王身份地位的象征啊。地位越高，这些玉器就做得越大、越精美。其中这一件是他们当中的镇馆之宝啊，就是那个出土于那个虢国创始人的那个墓中的，这是盖在那个棺材板上的。你看它这个花纹，这是人龙纹玉章啊，上面是人的花纹，下面是龙。然后它的背面啊，还有那个一道红的，那个红的是朱砂。因为它是压在其他的那些布上面的，所以布上面的花纹啊，那些也被印在这个玉上了。这个地方是虢国墓地的车马坑，哇，这么大规模呢啊！一共有3个车马坑，1号坑、2号坑，这边是3号坑。3号坑是太子的，1号坑是这个国君的，2号坑是他夫人的。1号坑这个是目前发现最大的这个车马坑啊，看这个前面这车轮的印啊，还有这个马的印非常明显啊，还有这个马的头在那里，很清楚的可以看到。这个1号坑啊，它全长47米呢，宽是4米，在这里面发现了13辆车，64匹马，还发现6只狗呢，都陪葬了。这都是真车和真马呀。通过这个车马坑，就可以知道3000年前的这些车长什么样子啊。这个车都是木头车。这边是那个2号他夫人的这个车马坑，发现的这个马车更多。这里面发现了19辆马车啊，按一个马车配2匹马来说，应该有38匹马呢。因为在春秋那时候啊，车和马的数量代表了一个人的地位啊，也代表了他们这国家的军事实力。哇，从这里近距离看一看啊，这些车都摞到一起了。你看这车轮子挨得这么密呀，这坑里埋的这些车呀，就是长那个样子的。你看这个1号坑呢，它前半部分埋的大部分是车，后半部分埋的是这个马，这都是活马呀，就这样活埋了。你看马的这些骨头、骨骼非常清楚啊，这个印儿。你看这个是马头，非常明显啊。一共是60多匹马嘛，埋在这里，这也是个马头。那个是一个马头，哇，怎么看着像恐龙呢？一直埋到那边去了。这果然，这个国王死的时候，这埋的东西是最多的。这个地方就埋葬了那个1号车马坑的主人啊，那个国际的墓啊，哇，这个墓深11.5米，那外面有很多的青铜器啊，玉呢是从这里面出土的啊。那个1号车马坑的主人，他的墓是最大的啊，他那个墓出土的文物是最多的，青铜器、玉器，各种的东西文物最多啊。旁边这是他的侍从的墓，这个也是他侍从的墓啊。这侍从的墓就规格稍微小一点，出土的东西也不怎么多。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小型贵族的墓。这个出土的就更少了，只有他嘴里面含着几块玉，能看到那个骨头吧？看这边是车马坑，啊，这边是马坑，那是马头、马身。参观完了啊，全程2个多小时左右，我看的比较细。这个博物馆是40块钱，花40块钱就可以穿越到3000年前的虢国，了解一下那段历史。这个虢国一共存在了200来年，哎呀，中国这个历史太长了，要不是有这个考古墓地的发现啊，这个虢国估计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，估计很多人就对它没有印象了。关于虢国还有一个故事呢，就是那个扁鹊救虢国太子。有一天扁鹊路过这个虢国的地方嘛，听说他们这个太子病了，就是已经去世了。他仔细询问了以后啊，
发现这个太子他只是休克了，所以扁鹊就给他扎针啊，进行针灸治疗，神奇般的太子又活了。这是历史记载中明确记录的有的啊。这个虢国还是挺有意思的吧。好了，就拍到这里了。大家路过三门峡，有机会过来看一看吧。好，拜拜。